你敢信吗？房价涨到不要的就算了，竟然在世界各地出现了一种让人瞠目结舌的现象——性爱抵房租。这不是电影情节，也不是都市传说，而是真实发生在英国、中国、加拿大、爱尔兰等多个国家。当房租贵得让人喘不过气，有些房东居然开始开出这样的条件：你可以不用付房租，但得赔我税。台湾的房价也是居高不下，有网友问我，少子化有没有可能让房价下降？最近黄仁勋又来台湾了，而且居然宣布海外总部落脚在台湾的这个地方，这对房价又会有什么影响？大家好，我是麦门，这里是分享如何投资全球各大股市，不盯盘，不短冲，只赚大波段的频道。辛苦可以一阵子，而不该是一辈子，这是我的投资理念。如果你也认同这个理念，请在下方为这部影片点击热推，让 YouTube 记录你的喜好，为您推荐更多相关的影片。本集影片就要围绕在房市，带着你探讨以上问题。房价飙涨，引发性爱抵房租风潮。这种行为有个专有名词，叫做 sex for rent， 也就是以性换租。说穿了，就是房东不收钱，但要求房客以性行为作为交换条件。你可能会觉得这样的行为应该违法吧？没错，像在英国、爱尔兰，这种行为本来就是违法的。但问题在于，执法单位办不办是另一回事。根据英国非营利组织 Generation Red 的调查，光是在英国，全国可能有超过20万名女性曾经遭遇房东提出这样的要求。而英国的网络调查公司 YouGov 甚至做出更惊人的统计，每50个女性租客中就有一个曾经被要求以性来抵房租。你可能会想，这些房东怎么开口的？他们不会直接说赔我税就免费，他们会用很暧昧的说法，像是广告上会写互助型住宿，欢迎有爱心的女孩，希望能互相帮助，听起来像是在做公益，其实藏着满满的暗示。有一名房东甚至在广告中写，希望你会做饭、会打扫，还有其他事。其中有一名53岁的英国男子考克斯，直接在网站上刊登广告说他在找年轻女孩，不介意对方是想逃家、找避风港的。他甚至要求申请时提供裸照，最后因为性剥削未遂被判刑。骇人的是，这样的情况不止发生在英国，加拿大也有。当地的调查节目 Marketplace 直接派出卧底去广告网站 Craigslist 和 Facebook Marketplace 上找房子，结果发现其中一半的出租广告都暗藏性交易的意味。像有房东说，我有一张温暖的床，专门给娇小的女生，只要你住进来，我们可以偶尔玩玩。更扯的是，有些房东直接在对话中开出条件，要女生提供口交、手部刺激等等，甚至要求在提交租屋申请时一并附上裸照和年龄资讯。加拿大的法律学者也出来喊话，这根本是赤裸裸的权力剥削。女生为了有地方住，被迫妥协，甚至不敢报案，因为报案也未必有人处理。而且这种行为，就算表面上双方同意，其实在本质上也构成压迫。你是愿意还是没得选？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中国，有女大学生面对高房价，房租缴不起，就和房东谈性爱换房租的安排，甚至讨论每个月要发生几次关系。一名房东说得更露骨，这房子是我和朋友合资买的，所以你每个月要让我们1人1次。而在爱尔兰，每年有近4万名国际学生来学英文，但住房超级难找。有些女学生在 Facebook 社团找房时，直接被房东回每周来我房间几次，就不用付房租了。来自玻利维亚的杜兰就被房东要求共用床位，即便他明确拒绝，对方还是3番2次骚扰他，想约他出来见面。爱尔兰的学生组织统计，每20名学生中就有1人曾遭到类似的性骚扰。这种现象是怎么产生的？一切都回到一个问题：房价贵到年轻人根本负担不起，租屋市场供不应求，而法律又缺乏执行力，让某些房东看准这个缺口，大玩权力游戏。而当这样的行为没有被处罚，没有被揭发，就会有更多人跟进，更多受害者被迫沉默。这一切其实是一场安静却正在蔓延的社会危机。少子化房价会跌吗？人少了，谁还来买房子？少子化是不是代表房价一定会跌？听起来很合理，对吧？但你知道吗？网络上就有人拿香港当例子，说你看，香港生育率都快变成全世界最低了，从1.2掉到0.7，还不是照样房价狂飙？台湾也一样啊，生育率从1.18降到0.89，创历史新低，但房价还是居高不下。所以问题来了，少子化真的对房价没有影响吗？房产中心总监说，现在的确少子化对房价的影响还不明显，不是因为它没在发生，而是还没到而已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颗正在酝酿的台风，目前看起来风平浪静，但已经悄悄在累积能量。而这些影响其实已经出现3个明显的裂痕了。第一个裂痕就是大坪数房子不好卖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家庭变小了。从前3代同堂，爸妈、小孩一起住，动辄要3房2厅甚至4房的需求。
现在变成了顶多小俩口，甚至连小孩都不生。你会发现，那些动辄40-50平的房子越来越冷门，卖不出去，甚至赔钱脱手的案例越来越多，因为市场上根本没那么多需要这么大空间的人了。再来，第二个裂痕发生在学区房身上。以前大家拼了命想搬进明星学区，因为学校人满为患，抢破头都要挤进去。结果现在呢？因为出生率太低，好多学校居然招生不足，开始合并，甚至被迫关闭。那些靠着学区价值一路飞天的房价，现在开始走下坡。尤其是那种纯粹靠学区撑起来的老社区，房价跌，出租率低，根本没人想住。第三个裂痕就是偏乡空屋危机。当年轻人都往都市跑，乡下的房子越来越没人住。原本是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妈的老家，现在可能成了一间荒废多年、年久失修的空屋，住起来不安全，整修又没人要接手，最后只能任它风雨侵蚀，甚至变成社区的治安死角。这些地方房价根本没得谈，因为没人要才是最大的问题。那你可能会问，那为什么现在房价还这么高？少子化不是正在发生吗？好问题，因为房价从来不是只看人口数。现在台湾的房价之所以还能撑在高点，是因为2个原因：热钱和都市集中化。这几年全球金融资产太疯了，台湾的钱都倒满出来，股市飙，房市跟着飙，钱找不到出口，自然会涌进房地产市场。另外就是，虽然全国人口变少，但大家还是都往都市挤，工作机会、生活机能、交通便利，全都集中在北桃、台中、高雄这些大城市，导致都市住宅需求还是很旺。但房产中心总监也提醒大家，这样的状况不会永远持续。一旦热钱退潮，资金回收，整体需求又在少子化的压力下不断萎缩，到那时候，房价就真的很难再撑住了。很多人喜欢用香港来打脸少子化会让房价跌这个观点，但我们来看看事实。香港过去的确房价飙很凶，尤其是主权移交之后，大量中资涌入，把房价一波一波推高。但你知道吗？近几年中国经济下行，加上香港生育率更是全球倒数，香港的房市其实已经在剧烈修正。有一个叫做中原城市指数的房价指数，可以清楚看到，2021年9月的高点是185.62，到今年3月只剩下133.25，跌了将近30%。这不就是最直接的证明？当人口红利不在，需求减弱，再怎么热的市场也会冷却下来。更重要的是，台湾房市现在也开始出现香港化的现象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房子越盖越贵，越盖越小，小宅当道，套房、两房产品满天飞。因为开发商也知道，买得起的人变少了，大家预算越来越紧缩，大坪数根本卖不动。而这不就是少子化的副作用吗？所以你说，少子化会不会让房价跌？短期看不出来，但长期一定有影响。只是影响的方式不是房价瞬间崩盘，而是需求慢慢减弱，产品逐渐被淘汰，某些地区开始走下坡。等你意识到问题的时候，可能已经站在山坡上往下滑了。买房这件事不只是地段重要，产品也很重要。在这个生育率逐年下降、家庭结构大改变的时代，中小坪数、符合新世代需求的房子才是未来相对保值的选择。记住一句话，房地产不会一夕崩坏，但会慢慢淘汰。而少子化正是那把无声的剪刀，剪掉市场的支撑点。如果你想看到我们更进一步的分析，可以先免费追踪我的分析专栏，连结放在下方资讯栏里。分析专栏的订阅连结就在下方资讯栏，有疑问也可以敲敲小帮手协助。辉达海外总部落脚台湾，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一在台北电脑展登场，就用一句 Hello Taiwan 热情开场，现场欢声雷动。毕竟这位穿皮衣的男人，不只是 AI 界的传奇人物，也是许多科技人、台湾人心中的偶像。但谁也没想到，在演讲最后，他丢出了一个超级震撼弹。当时大荧幕上出现了一艘未来赶十足的太空船，缓缓从天空降落，不是降落在美国矽谷，也不是新加坡、东京，而是台湾。画面一转，他宣布我们的海外总部就会设在台北的北投士林地区，我们叫它星群。这不只是一句话，而是一个国际级科技巨头对台湾、对台北下了一步超大的棋。那为什么是台北？为什么是北市科？我们来慢慢说。黄仁勋在演讲中提到，辉达在台湾的办公室真的已经不够用了。他说，我们公司成长得很快，在台湾有非常多优秀的工程师，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新家，更大的办公室。其实早在这之前，市场上就有不少风声传出，说辉达有可能和星光人寿接洽，要把海外企业总部设在北市科的 T17、T18 基地。而这次黄仁勋亲口证实，虽然没有直接说北市科3个字，但地点一看就知道，答案几乎已经确定。
这里我们要稍微介绍一下北市科，也就是北投市林科技园区，它是台北市政府近年来全力推动的重要科技重镇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台北的下一个内湖，或者说是北台湾最后一块黄金科技拼图。根据专家分析，北市科有3个非常明显的优势：土地够大，交通便利，而且有完整的产业聚落。什么意思呢？首先，土地规模对科技公司来说非常关键。像辉达这种全球等级的企业，要设研发中心、总部，甚至可能还有实验室，随便就要个3、4公顷。北市科刚好有这样的条件，像是最近被点名的软桥段开发案，地面面积将近4公顷，开发弹性又大，非常符合辉达的需求。再来是交通，别忘了北市科靠近芝山、明德捷运站，生活机能可以衔接天母、士林夜市这些商圈，对国际人才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地段。而且又不像内湖那样每天塞到爆，这点真的很重要。最后，产业聚落的效应也不能忽视。你知道吗？在辉达的 AI 伺服器 GB200 里面，几乎每一个关键零件都是来自台湾。从晶片制造的台积电，到封装测试的细品、晶圆店，再到散热解决方案的奇宏、双宏，以及系统整合的鸿海、广达、伟创，甚至品牌的华硕、技嘉等整条供应链，几乎都在台湾。换句话说，辉达如果要扩大研发规模，台湾根本就是最理所当然的选择，而北市科就是其中的首选。不只是我们这样觉得，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在演讲现场，他马上对媒体表示，全力支持辉达来设点，不管是行政协助、土地开发、市政配套，统统给力。因为他知道，这不只是辉达一间公司的事，而是整个台北市能不能成为 AI 世界动力引擎的关键。黄仁勋也在受访时亲口说，北投这个地点吸引力十足，不管是地点大小还是整体配套，都刚刚好，适合辉达发展。而且他还幽默地说，这笔交易价格有点贵，但毕竟是黄金地段，也算值得。而这一切不只是对辉达有影响，对当地房市也可能产生剧烈变化。现在北市科1坪已经破100万，有些新案甚至喊到1坪140万，未来要飙到150万一点都不夸张。你可能会想，一间科技公司怎么会影响房价？但你想想，像辉达这种等级的公司来了，会不会带来更多工程师？这些人会不会买房、租房？周边商圈会不会因此复苏？更不用说其他科技大厂也会想要靠近这个 AI 中心。恭喜看到这里的粉丝朋友，准备了彩蛋给各位。2027年，越南富国岛即将主办 APEC。APEC 代表什么？它意味着几千名来自世界各国的领袖、企业家、媒体、官员要涌入这个岛上，不只是短短几天，而是前后数年，整个地区会被迫升级。为了迎接 APEC， 越南政府提出了40多个重大建设项目，总投资超过119亿美元。你没听错，119亿美元，这规模不是开玩笑。其中最关键的，当然就是交通基础建设的升级。富国岛的国际机场将扩建至超过1000公顷，跑道从原本的2公里多延长到3.5公里，再新建一条3.3公里的跑道，还要盖第2座航厦 T2 航站楼，容量直逼2000万人次。台湾的桃园机场的 T2 航厦目前年容量也差不多是这个数字，但你要知道，富国岛只有2个台北市大小。从机场到未来的 APEC 会议中心，还要扩建省道、盖城市铁路。大家还记得当年中国办奥运，北京大升级吗？又或者2010年上海办世博，那几年房价怎么动的？这些历史不是用来回味的，而是提醒我们，富国岛现在就是站在这个转折点上。当你希望在你达到财富自由时，身边能有人和你一起去游山玩水。别忘了把影片分享给他，一起往财富自由迈进。这样你自由且不孤单，辛苦可以一阵子，而不该是一辈子。不盯盘不短冲，只做趋势盘，这是我的理念。我是麦门，我们下次见。